大家好，我是 Paul。就在2008年世界发生金融危机的同时，美国更爆发了堪称是华尔街史上最大的金融诈骗案。而这个丑闻的创业赚钱人物，也是美国股市传奇人物纳斯达克董事长伯尼·马多夫。2008年12月10日，马多夫遭到自己儿子的检举告发，他们的父亲的公司是一个大谎言，是大规模的庞氏骗局。第二天，联邦调查局特工随即以证券诈骗的罪名将他逮捕。这个金融诈骗事件造成的损失金额可能高达5000亿美元以上，超过了数千个想要赚钱、增加收入的投资户却变成了受害人。马多夫可说是史上最牛的金融诈骗。股神巴菲特曾经说过几次名言：当退潮时，才知道谁在裸泳。在这个时间点，全球的目光焦点都集中在这个裸泳的男人马多夫的身上。到底马多夫是谁呢？他的骗局又是什么呢？而又是什么原因让这个不可思议的骗局可以长达20年之久呢？离奇的是，儿子竟然踢爆告发老爸，又是为什么呢？这里要先说一下，如果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后觉得有受益的话，别忘了给个赞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请记得订阅，并且按下旁边的小铃铛，选择打开全部，也别忘了分享给亲朋好友。好，我们回到主题。故事的主角伯尼·马多夫出生于1938年的美国纽约州皇后区的一个犹太家庭里面。马多夫的祖父是来自波兰、罗马尼亚和奥地利的移民。1960年，他在大学毕业后，又短暂地参加了布鲁克林法学院的课程。之后，他靠着利用暑假当救生员和安装花园喷水装置，打工赚来的5000美元，和从他岳父那里借来的一笔5万美元，创立了伯纳德·马多夫投资证券公司，从事证券经纪业务，当中间商赚差价，本是一桩平淡无奇的生意了。而马多夫却凭着他的聪明才智，借着高水准和技术强，赢得了顾客及投资人的赞赏。他很快的在华尔街成为了经纪业务的明星了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马多夫在华尔街积极推动场外电子交易，将股票交易从电话转移到电脑上进行。由于敢于采用新技术，马多夫公司很快的成为美国最大、可独立从事证券交易的交易商。1983年，马多夫公司在伦敦开设了办事处，并成为第一批在伦敦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的美国公司。1991年，伯尼·马多夫成为纳斯达克董事会主席，在他的带领下，纳斯达克成为足以和纽约证券交易所实力相当、可以抗衡的证券交易所。这也为苹果、思科、Google 等公司日后到纳斯达克上市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此时的马多夫声望达到了顶点，虽然他都已经这么成功，金钱也不缺的情况之下，却因为贪婪，他去悄悄地进行了一项长期的庞氏骗局。一般来说，庞氏骗局大概最多3到5年就会曝光，这种行骗的手段并不高明。可是马多夫竟然可以诈骗20年都没被发现，为什么这么成功呢？我们来看看他到底是怎么做的。在外表光鲜的另一面，马多夫设下了一个巨大的骗局。1990年，马多夫又成立了一家资产管理公司，他凭借着他的声望，为这个基金公司进行筹募资金。他的主要金融诈骗手法有5个。首先，他积极打入棕榈滩乡村俱乐部，这是一个高档次的犹太人俱乐部。马多夫很轻松的就打入了这个精英云集的乡村俱乐部，并且吸引了众多富有的犹太会员。第二，马多夫很会揣摩投资者的心理，他刻意营造一种排外的气氛，他定出了一个非请勿入高门槛的收客政策，这意味着要成为马多夫的客户是要有介绍人才能进入的。这一个策略的成功，反而吸引了大批高端投资者。在很多人看来，把钱投给马多夫已经成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。在客户的定位上，马多夫也是非常讲究的，并不是你想要投资就可以投资的，而是有针对性的猎取投资100万美元以上高端目标人群。第三，马多夫还采取了一种类似传销的政策，鼓励投资客做介绍人，介绍更多的客户给他，那些介绍人可以收取中介费，自然乐于做中间人，这样就有滚雪球的效应，而骗局也越做越大了。第四，马多夫对于这些投资者，不管金融市场形势如何，每年都能给出8到12% 的投资高额回报，其实就是一件反常的事情。也有投资者的质疑马多夫，而马多夫给的答案也很简单，就是从不解释他的投资策略，而且如果投资者问的太多，
就会被要求退出投资，这又让马多夫公司增添了一股神秘的色彩。马多夫吹嘘说：“我在上涨的市场中赚钱，下跌的市场中也赚钱，只有缺乏波动的市场才会让我无计可施。”第五，随着客户的不断增多，马多夫要求最低投资额也水涨船高，从最初的100万美元升到500万美元，然后又到1000万美元。俱乐部会员至少有1/3的人投资了马多夫旗下的基金。马多夫的名声越来越大了，会员都拥有以马多夫投资账户为荣。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马多夫的骗局可能会一直做下去。那么为什么诈骗会曝光呢？他的儿子为什么要告老爸呢？儿子在父亲入狱之后，生活又过得如何呢？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，经济泡沫破裂。虽然马多夫还一直在对客户报告他的基金依然在稳健的增长当中，这一增长数字直到2007年的11月，依然高达每个月5.6%，与当时标准普尔指数平均下降37.7% 相比，这真是令人神奇佩服的表现。即便有亮丽的表现，但是因为各家企业资产缩水，还是有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纷纷赎回资金。根据美国证监会的说法，仅仅在2008年12月的第一个星期，马多夫就受理了高达70亿美元的赎回请求。这一波撤资让他的公司资金周转出现重大的问题，他再也无法拆东墙补西墙了。2008年12月初，马多夫向儿子透露，其实自己是一无所有，这一切不过是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。他前后共诈骗的客户高达500亿美元以上。随后，马多夫的儿子向联邦调查局举发了这个骗局，引爆美国史上最大的欺诈案，而马多夫也随即被捕。在案发前，投资者信任马多夫，而马多夫也没有让他们失望。他们交给马多夫的资金，即使艰难的时势，一年仍有8到12% 增长率回报，这是一个如此诱人的数字。但事实上，马多夫并没有创造财富，顾客们并不知道他们可观的回报是来自自己和其他顾客的本金。马多夫的投资基金的生意逐渐变成了一个新的庞氏骗局，所有的返还给投资者的收益都是来自于越来越多新加入的投资者。只要没有人要求拿回本金，秘密就不会被拆穿。但是天不从人愿，当金融危机发生时，有70亿的美元基金要赎回时，游戏就结束了。截至2008年11月30日，马多夫公司账户内共有4800个投资者账户，这些受骗的投资者包括对冲基金、犹太人慈善组织以及世界各地富裕的投资者，当然也包括精明的投资专家、富豪以及政商名流。2009年6月29日，马多夫被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判处150年的监禁。当时71岁的他将在监狱里度过他的余生。不过，马多夫一心想保护儿子，让他们去检举自己，是否就因此撇清关系，平安过下半生呢？其实并没有。他的大儿子马克尔在父亲被捕2年后，被发现自己让自己离开世上。小儿子安德鲁也在5年后，2014年病逝于癌症。2个儿子都比他先离开了这个世界。马多夫精心策划的骗局竟然可以持续将近20年之久，他的投资诈骗手法是如何运作的？我们来总结一下，总共有5点。第一，他利用奢华所建立的人脉网。马多夫经营资本管理多年，通过自己投资证券公司，利用广泛人脉骗取投资。他在美国各大城市编织关系网，利用各种奢华场所接触投资者。第二，他制造特权阶级，利用人性的弱点，让聪明的投资者制陷骗局。马多夫制造出他的基金客户是尊荣独享的资格，只有少数特殊权利的人才能够进入投资。这风气在富商名流圈中形成一种追求的风潮，所有人都在谈论马多夫如何帮他们赚钱，所有人都想加入马多夫的项目，甚至有许多投资人没有获利也不敢赎回资金，因为他们担心一旦赎回，就再也没有资格投资了。第三，他发展金字塔下线。马多夫利用自己设立的空头公司和对冲基金，以短期暴利当作诱饵，拿后面投资者的钱当成投资获利，支付先前的投资者，然后再不断骗更多人投入资金。4. 资讯很少，合理回报率骗倒所有人。马多夫的基金从招募熟人开始，投资人因为信任，所以把钱交给他代管，但他几乎不提供报表，不宣称夸张的获利，而是以获利稳定出名，永远比平均还要好一点。他总是能够回馈投资人8到12% 的获利，许多存有疑心的客户也不予有诈，报酬稳定就好，投资人似乎不在意报表。第5，信任也是让马多夫的骗局10拿9稳的原因，因为马多夫是纳斯达克的主席，也是慈善家，
是宗教活动的大方赞助者，他风度翩翩，友善大方，和蔼可亲，他有声望和可信度，有谁会怀疑他的为人呢？另外，我们心里会有一个疑问：一个简单的庞氏骗局，怎么会令这些高端的客户也会受骗上当呢？或许贪婪和盲从是进入误区的答案之一吧。就像马多夫自己说的，在充满谎言的世界里，最危险的谎言就是我们对自己说谎。装睡的人永远叫不醒，自欺才是最危险的。唯有真实的面对内心的贪婪与盲从，我们才能够避免进入类似马多夫的骗局。最后，请您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